双子、水瓶座5月中旬关系挽回指引。不应该呀，我们双子怎么会这么绝望？双子宝宝，圣杯国王逆位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双子都会开始去怀疑自己了啊，就会怀疑说，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恋爱？是不是我真的就不配被人喜欢啊？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双子出现这样一种感觉，那可想而知，可见我们双子在这段感情当中到底被伤的有多深了啊！我们双子宝宝啊，因为圣杯国王他就是一股脑的就扎进去了，我们是真的全身心爱过了，所以说其实走到逆位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多幸福，那现在就有多难过了。所以说双子其实，我觉得我印象当中的双子真的不是那种很容易抑郁的星座，我觉得其实双子在12星座里面就真的是那种非常有魅力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双子眼里面的光真的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啊，但是到这边还能够怎么办呢？对不对？对方他真的是已经走了啊，但是这样一种水元素逆位在这里，我觉得对方他其实一定是没有走远的啊。我们双子宝宝留心去观察的话，我觉得甚至他就有可能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双子，不管他说了多少狠话，不管他表现的到底有多绝情，我觉得他在这种水元素的一个拉扯之下，肯定还是放不下双子的。只不过说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问题，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这种爱不爱啊，他就可以去解决掉，不是我说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解决到了啊，因为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温情也好，或者说爱意也好，已经是像这边圣杯里面的水一样，已经是流失掉了。所以说两个人现在就有点像是被架起来啊，想离开呢，好像感觉有点舍不得啊，想要回头呢，又会发现好像自己的自尊又有点放不下。所以说这边走到后面才会出现一张权杖10啊，真的就是累了啊，心也累，身体也累，两个人其实都已经有点被折磨够了啊，已经是没有了那种好像复合的一个希望。而且我觉得其实10号数字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家庭感啊，就是会导致我们双子一直是有被家庭因素去，就是一直有在去困扰的啊，可能这一份家庭呢一直有在去就拉扯着我们双子无法放开啊，或者说就是有在拉扯着我们双子呢在往外去走。所以说在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交织下面，我们双子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不是不爱这个人，而是爱过了啊，也清醒了。我觉得我还是要以这个家庭或者说以父母为重。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对于这份感情更多的是一种无力啊，爱吗？肯定是爱，不用问，肯定是爱，但是感觉好像无能为力了啊，我不想要了。所以其实我们双子现在可能会想要去逃避这段感情，也是在逃避对方，就是希望对方啊你不要再来我身边了，我怕我再看到你我就下不了那个决心了啊。我们双子其实是在做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所以说双子现在是在离开的，包括说对方他也在慢慢的离开，因为他其实也看不到希望了嘛，他会觉得你双子已经转过身了，那我还停留在这里干嘛呢？是不是？我为什么还要一个人这么傻傻的去站在原地去等你呢？啊，因为我觉得对方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家庭啊这样一方面的一个困扰啊，他也要考虑自己就这边的一个现实因素，所以他也不能够任性的站在原地去等，哪怕说他在离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给了我们双子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的，但是到最后啊，他会发现双子没有抓住机会啊，自己呢也已经是走得很远了，可能两个人真的就是好像那种硬逼着自己啊，无法回头，所以说他其实还是会难过，他当然会难过，对不对？所以他就会选择沉默，选择不去面对，他就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两个人去好聚好散啊，让两个人能够去平静的去离开。所以说这段感情走到现在，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充满了委屈啊，或者说真的是充满了遗憾在这里的啊。但是你说我们双子真的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对方了吗？我感觉其实肯定不是的啊，因为宝剑手牌出现在这里，还用多说什么呢？对不对？这个风元素对于我们双子来说肯定是念念不忘呀。特别我们双子就是一个风象星座，双子我们心里面其实还是给对方留了一席之地的。但是这个能够改变什么吗？我感觉其实比较难，因为宝剑手牌它是没有什么稳定感的。这一段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爱情，可能在这样的一种风元素的影响下，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起来啊。虽然说很爱，但是呢又不得不去放手。所以现在对于双子来说，我真的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万念俱灰啊，我们啊，因为我们之间好像除了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不能够耽误你啊那好，那我宁可我自己难过一点啊，我现在就是在把我自己所有的感情全部都去强行删除，我现在就是一个伪装成一个冰冷的双子啊，我不管你再说什么，我都不会再回头了啊，我都不想要再把我的这颗心再去打开了啊，因为我会害怕什么呢？我怕你会跟我在一起会再受到伤害，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双子对于这个人，对于对方还是有一份温柔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说出来，我们就只是在控制自己，就是不要再爱他了啊，就离他越远越好了。所以说，其实当对方他发现我们双子的这样一种决绝的时候，他这边他这个权杖2，他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权杖2其实压不过这个宝剑手牌的啊，尤其是逆位的权杖2，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纠结的余地了，因为我们双子不让他选了啊，双子自动退出了我们，所以这边逆位的权杖2，他相当于是被迫放弃了啊，就是说，既然你已经离开了啊，那好，你不给我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也无从下手，那我也走吧啊，但是他又怎么可能会不难过呢？对不对？因为他越是往外走，就越会发现自己对我们双子是真的放不下。不管两个人之间到底有多少的矛盾和一个误会，他其实从来都没有怨恨过双子，他始终还是在心里面去保持了对我们双子的一份温柔他其实始终还是有这么一份，或者说有一份念想在这里的啊。
但是现在啊，还是像前面开头讲的一样啊，真的是不应该。我们双子已经是完全绝望了，双子会觉得说你可能根本就不是我对的人啊，因为战车在这里，双子我们知道跟你走过的这段路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当然不是说因为不爱错误，而是有太多的困难在阻碍两个人了啊。但是我们双子还是认了，我们其实并不后悔跟你走过这一段，我们只是遗憾，遗憾什么呢？遗憾以后的路我不能跟你一起走了。其实，在一开始选择对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双子就知道自己跟对方是不合适的，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在强撑啊。我们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至少我能够陪你走一段路，这就已经是足够了。但是这边啊，到后面星币4的一个逆位在这里，两个人真的就还是败给了现实了啊！不管我们双子到底有多喜欢这个人，也不管对方他到底有多少的一个舍不得，两个人其实都是在被逼着去权衡利弊啊，在被逼着去选择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对方他心里面也是充满遗憾的。虽然说这边啊星币4的一个逆位，他很有可能已经去选择别人，比如说跟别人去凑合啊，跟别的这种条件更合适的人去在一起啊之类的。但其实实际上他的这个心早就已经是完全封闭起来了，他是紧紧握着自己手里面最后的这么一枚星币啊。可以看到这个星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对方他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怀念，一个留念啊。他心里面其实是可以说是有且仅有我们双子的，所以真的在这边就是太遗憾了啊。两个人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不爱了，也不是说不愿意去找彼此了，甚至我觉得两个人其实还是很祝福彼此啊，就是希望你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这个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典型的我心里面还有你啊，对不对？但是两个人都很明白了，我们已经是回不到过去了啊，这段感情它其实也已经是回不过去了啊。但是你说两个人真的没有机会了吗？我觉得其实也是未必的，因为最后的结局是一张宝剑2啊。宝剑2不管两个人之间到底有多少的再多的这种沉默，再多的冰冷，我觉得双方内心的波澜也已经是出卖了你了。所以说两个人真的就只是一个自欺欺人而已啊。其实你们根本就是放不下这段感情的啊。所以说我其实真的很建议两个人就还是再去坚持一下，就挺过这段冷战时期的话，那两个人之间啊很有可能就还是会迎来一些破冰，就是迎来一些感情上的一些新局面的。因为其实现在啊，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两个人这种接触不到，或者说断联啊，或者说是这个聚少离多了啊，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是已经结束，但是大家我觉得千万不要灰心，如果说真的觉得已经结束，那才是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内心对于彼此还是有波澜的，那只要有爱在，我觉得相爱的人就不会距离得太远的啊。哎呀，水瓶真的就是没忘记过这个人啊！我们水瓶对他真的就是一眼万年的啊！我们心里面其实从始至终一直都是有这个人的一个位置在这里的啊！因为这边这个圣杯骑士在这里，那很明显了，我们水瓶就是太喜欢他了，喜欢到有可能连表现出来都有点不敢了啊！本身我觉得水瓶其实就是比较那种内秀的一个星座，就越是喜欢你呢，就越会去隐藏自己的感情。那我们真的就会去想很多的啊！就比如说我这句话到底说的对不对啊？我应不应该说？我现在去找你会不会不好啊？所以说我们水瓶在这段感情当中真的是想要竭尽全力的去靠近对方，但是呢又会很害怕你会嫌弃我们的主动，就是怕你看出来我们真的是太喜欢你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水瓶是会藏的啊，就是本身的话，其实这边出现一个圣杯骑士也是一样，就是一种把爱去藏在心里面，用温柔和包容的去感化你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其实就像水瓶一样啊，就可能在感情上面说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水瓶真的是希望就你能够快乐，就希望你跟我在一起，起码说是不后悔吧啊！就我们两个人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啊，也希望我能够就给到你最好的一切。所以你说水瓶的这颗心到底到这里是不是真的呀？啊，难道还不够真吗？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水瓶的这一颗真心好像没有被对方察觉到啊，或者说我觉得对方他有点感受不到我们水瓶的这个心思，因为对方他有可能是已经背过身去了啊，他可能比我们水瓶还要难过，就是现在他可能什么都不去想啊，什么都不听的这样一个状态。很明显这边宝剑4他就是那种说我既然已经被你抛下了，那我还能去想什么呢啊？反正你呢也是不喜欢我的啊，那我就不要去自讨没趣了吧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宝剑4它这个环境是很压抑的啊，那你说对方他到底痛不痛苦呢？对不对？他就是把自己有埋在那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当中，已经是无法自拔了啊。对方他其实也明白，他清楚知道自己这样子会永远都走不出来的啊，但是他还是没有动，他还是坐在这边啊，双手合十，他还是没有动。所以说他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呢？啊，还不是动了真情嘛，对不对？还不是动了这颗真心了啊。那所以说，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难过的其实不光是我们水瓶，其实对方他也是同样的不好受的啊。两个人，我觉得这段感情当中，两个人可以说是两败俱伤的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水瓶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去做啊。为什么？因为水瓶其实也是走到了这边一个宝剑4了啊。不单单是对方，我们也会觉得这段感情它已经是彻底结束。所以说我不敢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了。那虽然说我真的是很在乎你啊，但是在意又有什么用呢？既然我们两个人在冷战当中已经是默认了分开了啊，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所以说我们水瓶真的是会怕自己再说的话，就真的会去伤害到你了。就是你不知道每次水瓶对你的这个冷战啊，或者说对你说一些这种狠话的时候，其实水瓶心里面啊，我们水瓶宝宝心里面早就已经被凌迟了好多遍了呀啊！但是水瓶从来都不会去说自己到底有多难过的，因为水瓶的性格就是不想为自己去辩解什么。如果说你真的不能够理解我的话啊，那我们就长痛不如短痛吧，反正你不能理解我，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也是痛苦的啊。所以说水瓶才会看起来那么轻易的去放过对方，但这个放过只是表面上，水瓶心里面真的是像割刀子一样，实际上心里面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要放下啊。
但是你说对方他不理解水瓶吧，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确切啊，因为对方他这边首先这个圣杯十圣杯十他真的是比我们水瓶还要在意这段感情的，至少他是希望能够来理解我们水瓶，可能他本身跟我们水瓶的差异性，我觉得确实也是比较大啊，两个人是需要那种一定要去多一点的这种磨合才能够好好相处的类型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对方他这个心是非常真诚的，而且他现在对于我们水瓶的话，其实也是会有一个幻想在啊，他其实还是想要跟我们水瓶去重新的去在一起的啊，重新去成为一个这种比较好的一个伴侣的这样一种感觉啊，但是因为逆位的圣杯十在这里，那我感觉很大概率上失望是大于希望的，因为两个人之间已经不单单是沟通的问题了啊，圣杯十嘛，家庭的一个感觉，很多这种家庭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如果说不去解决的话，可能两个人永远都是逃不出这样一个矛盾的怪圈的。那具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双方家庭其实也是有在反对这段感情，或者说是两个人好像还没有想好说未来到底要怎么样走啊，两个人对于这段感情其实是并不确定的，所以不管是水瓶还是对方才会对这段关系呢就是这么的迷茫啊，因为你也没有说给过我承诺，那我呢也没有给过你承诺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说在一起了啊，表面上好像在一起了，但是好像从来就没有过有一个能够让我清晰的感觉到的这种未来或者说一个蓝图，所以我觉得对方他会觉得自己脑海里面想象出来的一切就好像是自己在给自己去画的一个饼啊，可能永远都是实现不了，就是有一些愿景，有一些美梦啊，看着很美好，但是轻轻一碰有可能就会破碎了，所以其实这边这样一个圣杯十的逆位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啊，明明两个人可以看到家庭呢就特别美满，两个人可以很美好的，但是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越来越远了啊，但是你说两个人真的会甘心吗？反正我觉得我们水瓶宝宝至少是不会甘心的啊，因为这边这个恋人牌在这里，就说明我们水瓶忘不掉啊那这个其实就像前面这边连起来的圣杯骑士说的一样，水瓶我们心里面对于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种认定了的感觉，我们从来就没有对一个人这么的心动过，也从来没有对一个人有这么的心痛过就是爱情这段感情就是让我们有时候会想哭，有时候会想笑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水瓶现在对于这个人的感觉就是又爱又恨就是爱你身上的那种让我们欲罢不能的这种感觉但是又恨什么呢？恨你让我们好像怎么着也抓不住其实我觉得恨也不是很确切其实也不是恨，就是我们水瓶真的是有一点懊恼你没有跟我走到最后，就是会懊恼自己怎么就把你给弄丢了呢两个人因为种种的差异就这么分开了，所以说你说水瓶怎么可能会不遗憾呢？对不对？水瓶现在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又想要去找你但是一想到两个人分开的时候是讲的那些就特别决绝特别狠的那些话，那心里面其实也是一片死寂的可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缘分吧，就是爱得起，但是呢又走不到一起，所以说我们水瓶到这边真的已经是在让自己去试着去放下了我们会让自己至少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已经无所谓了所以说我们水瓶的这种冷淡其实我觉得可以说只是一种投降投降什么呢？就是我无能为力了我可能真的是不配拥有你吧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不适合爱人，或者说不应该或者不适合被爱吧，所以说我们水瓶在这边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认了也放弃了，除了独自难过，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够去干什么，或者说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什么才能够去挽救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水瓶宝宝其实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去勉强自己，装出一副好像很开心的这样一个单身的样子。实际上我们水瓶就只是怕你已经走出来了就是你已经走出来，我还深陷其中的一个状态去被你给发现但是因为这边星币四在这里，那我觉得对方他何尝又不是这样想的呢？对不对？他有多想为我们水瓶负责但是他不敢上前，他不敢他就像这边星币四的这个人一样，他只敢怀里抱着这个星币望而却步，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及时止损，好像不会再这么继续去付出的一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根本上他只是不知道到底还怎么样才能够去靠近我们水瓶，因为我们水瓶前面讲过，我们已经是转身了，那他其实也是一直有在告诉自己说我要离开因为感觉没戏了，我要离开了，哪怕说心里面再怎么后悔，他也不敢让自己再去回头他怎么敢回头呢？对不对？一回头他就会看到两个人曾经的那些美好那些回忆曾经说过的那些空谈说过的那些希望或者说那些未来，那现在这些期望已经全部都属于过去了所以说他不敢他不敢让自己回头看因为看一次就难过一次，他不想一次次的去让自己痛苦和受伤了，所以说我觉得他才会像前面这边4号数字对应像前面这个宝剑4一样，就是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死死的攥着自己的这颗心，他不敢轻易的再去爱了但是我觉得对方他不知道，就其实在他这么艰难的去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我们水瓶一直有是在他身后去看着他的我觉得我们水瓶宝宝这一次真的就是栽了自己心里面，我们水瓶心里面应该也清楚吧，对不对？就是忘不掉就是忘不掉不管过了多久还是忘不掉的，因为这个女祭司是什么呢？就是外冷内热的不管我们水瓶现在看起来到底有多么的一个冷漠，或者有多么的一个无所谓的状态，但是我们水瓶的一个目光其实一直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直都是在对方身上，都跟在对方身上的。因为我们水瓶真的是很被对方身上的那种女祭司的话，我觉得更加偏向于禁欲感吧或者说那种就是不造作的那种性格，特别淳朴特别的就是安全感，让人放心的这种性格所吸引。所以我们水瓶对于他真的就是一见钟情第一眼就喜欢的人，那不管过了多久，心里面就还是会有他的影子的。所以说我们水瓶现在就是有在去默默的去观察他，甚至也会默默的去关心他我们水瓶对于这个人的这个感情其实是有超越了那种男女之情的，更多的我觉得就是那种灵魂上的一
一个共鸣嘛，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跟你已经是灵魂伴侣了。虽然说两个人已经分开了，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去遗忘你的。所以说，其实我们水瓶跟对方分开之后，一直都是一步一回头啊，其实从来都没有这么去走远过，从来就没有去放下过的啊。那两个人这个结局走到这边一个权杖6的一个正位，我觉得其实还是建议两个人啊，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啊，因为权杖6是什么呢？权杖6很明显就是一种追随感。那不管是对方追随我们水瓶也好，还是说我们水瓶去追随对方，其实短时间之内，我觉得都还是有机会能够去这个并驾齐驱的啊。两个人中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也好，或者说误会也好，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去化解的啊。因为权杖6的话，可以说双方就没有说真正的要分开过。那之前的那种分开的结局，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结局啊。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过得并不好的话，那就不要着急啊，那就说明你还没有走到最终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分享给你们一样啊。所以说两个人不管再怎么挣扎，我觉得可能短时间之内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去逃脱彼此的命运的。那如果不能逃脱，那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去接受呢？对不对？尽管说两个人这个感情可能前途未卜啊，但是因为毕竟两个人又有恋人在这边啊，大牌又在这边，最后又是这权杖牌，毕竟两个人是相爱的，那还管那么多干嘛呢？对吧？所以如果说双方真的感觉走不下去了，那不如就停下来看一看啊，就像这一次短暂的分开一样，站在原地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如果说两个人能够坚定的去抓住这份感情的话，我其实相信啊，这份感情不会让你们两个人双方失望的。我们水瓶虽然总是在被人当做一个看不透的一个星座啊，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水瓶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地方，不是吗？啊，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能够明白啊，对方你能够明白我们水瓶的心，其实就会发现我们一直都是有在原地去徘徊的。水瓶爱一个人，真爱的一个人的话，没有那么容易放下的。水瓶不是那么渣的一个人啊，我们根本就舍不得去离开的。